Yes， 但是也就反正我要去吃我人生中第一顿的米其林3星，是家在拉斯维加斯的法餐店。哦，不好意思，姐妹们，它是米其林2星，它的本店是米其林3星，我记错了，不好意思。这家店的本店是在法国，然后吃饭是需要 dress code 的。实话说，可能是迄今为止我自掏腰包吃的最贵的一家餐厅。他们家是有一个450多刀的 tasting menu 的，但需要全桌人都点那个套餐。然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多数人都会点酒。Yes. Okay.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自卑心理作祟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没点 tasting menu 也没点酒，然后服务员们对我们的态度就有点感受到了区别对待。Is it possible to get all of these? 就这种心态怎么解释呢？有点像开着一辆桑塔纳想进5星级酒店的停车场，然后就是被门口的保安另眼相待的那种不适感。我感觉就是我在和嫂哥说了每种面包都想尝一下以后，他的表情瞬间变得非常微妙。朋友评价很不错，但我其实真的不是想贪小便宜。一方面我是真的很喜欢吃面包，然后也会想万一没吃的哪一样正好特别好吃，错过了怎么办？那是 rosemary 的，还挺好吃的。它那个 rosemary 是很香的那种风味，就比我之前吃的很多面包的那种 rosemary 味道会重一点。除了自己点的前菜、主菜和之后的甜品之外，面包是随便加的，然后还会有送的开胃小菜和穿插的2道甜品。Then you can move on to the radish. Then start with the burnt butter. And you can finish with a mini Napolitan beef burger. Parmesan bread and burnt. 黄瓜一般的，上面有薄荷的味道，没什么特别的。哇，这个做的好可爱啊！它上面那个香菜跟萝卜的那种青味还挺明显的，但是不是那种很辣的味，没有什么很辣的味道。上面香菜我觉得特别提味，但是也就就是比较香的合成汉堡的味道，就塑料价给比较重咸一点，它的风味层次是慢慢递进的。就是前菜我点了一个栗子4重奏，然后小王点了一个以鱼子酱为主题的3口焖啊，不过这2个名字都是我自己起的。 Chestnut puma and chestnut crumble. On the side you're gonna find symmetry mushrooms with frisée salad and a little mushroom leaf and the chestnut chips. And on the side, chestnut soup with charcoal. Caviar vinaigrette on the bottom. Then it's followed with the cream of caviar. Extra fine green bean puree. Topped with Kaluga caviar. And then we're adding the smoked butter sabayon on the top. 我吃西餐的习惯是喜欢先把每个 part 的味道都尝一下，再组合起来，所以吃到的一瞬间真的非常闷。怎么这么早就搁着上甜品了呢？它是那种接近于 toffee 的味道，然后有点栗子皮那种质感，栗子香味没有 toffee 的味道那么重，没有太多调味，主要是酸味，然后橄榄油的味道比较重，是那种比较温和的橄榄油的味道。就像这么搭在一起吃的话，我觉得反而就是确实是更搭一点。没想到这碗栗子汤成为了全场最佳，它很鲜很鲜，然后它是有栗子，它栗子主要是提供一个比较醇厚的口感。哇，它这高汤做太好了。它的风味其实有点难以描述，就它又鲜又甜，感觉高汤给予了整碗汤很强的筋骨，就主调香甜下隐藏的咸鲜，真的让人欲罢不能。鱼子酱这道真的有点难评了，就其实它每一层单独拎出来感受的话都还不错，但是一口闷就全是他们这个自制 smoke 萨巴雍的烟熏味。说实话，它吃起来只有萨巴雍的味道，就是萨巴雍在就是构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风味调性，就是有点烟熏味。其实他吃你自己单吃的卡比亚的话，能够感觉到它卡比亚品质还是很不错的。就它是外面的那个壳超级软的，几乎就是在嘴巴里一下就丢掉了。它里面是那种很鲜很鲜的味道。主菜我点了一个小牛排，
然后小王点了一个多宝鱼配时蔬，因为中午刚吃了一顿超级好吃的日式烤肉嘛，所以就想稍微吃的清淡点。Here it's served with caramelized sweetbread, then baby gnocchi, lemon puree, salsify chips and salsify puree, and then roasted beet juice. On the side, the trimming from the veal chop with brunoise of cabochon squash. So we'll stir of the fish. It's served with the barbecue of artichoke, heirloom carrots, braised onions, turnips, veggie mushrooms. Then we're going to use all that vegetable broth. We're going to add the fish stock to it. We're going to reduce it down, and that's what I'm serving right there. 闻着咋有点腥呢？我个人认为小王的多宝鱼真的是踩大雷，就鱼腥味真的挺重的，鱼肉的质地也偏老。意外的普通，意外什么？普通。重点是下面的酱汁真的超级咸，就虽然喝得出是用蔬菜和鱼调出来的高汤，鲜味和甜味都很纯。我觉得有点咸，就它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清新的，因为里面放点柠檬的那种味道，然后鱼味和一些蔬菜的高汤的鲜味，但它回味真的太咸了，然后它那个鱼本身的鱼肉的味道还蛮重的。我的小牛排首先要表扬一下，它这个熟度真的是堪称完美，3分熟内里非常嫩，但是表面又有明显的脆壳，又几乎没有灰质层，所以火候方面真的挑不出任何毛病。调味意外的普通，但是除此以外，我真的很难找出夸它的点。它把 sweetbread 炸成比上次我们生炸还要难吃，我是没想到的。它就是那种炸的过焦的那种味道，然后里面已经没有 sweetbread 该有的那种软嫩爆浆的口感了，已经过老了。东西还挺好吃的。盘子里的其他配菜和酱汁都有一种互不相干的感觉，就整体吃起来甚至不如这一盆边角料。吃完主菜上甜品前会上个开胃扫甜品，主体我没记错的话是苹果白兰地的雪帕，玉子的味道比较重，然后是那种烤苹果的那种苹果味，然后搭配了一些七七八八的。我猜想现在应该是栗子季，所以菜单上会穿插一些栗子元素的东西。就是它几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上的栗子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法甜里面比较常见的那种栗子的味道，就是用糖煮了很长时间，然后口感有点像那种红薯干的那种口感。甜品我们点了一个椰子六重奏和菜单上的倒数第二个，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看起来还挺像开盲盒的，结果没想到上来是这个样子的。Caramels, Madeleine, marshmallows of almond, red free on top, which is gumdrops of pear, and then a lemon cube. 其实当时我们两个已经被冷落得有点生气了，而且甜品菜单是被某个服务员摔在我们桌子上的，又加之要人模狗样端坐着吃2个小时，真的是吃得身心俱疲，就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干脆就这样了。家人们、姐妹们，这。但我不得不承认啊，也是这个体验让我稍许心情好了不少，果然还是薅羊毛使人快乐。这个很好哎，听到了。它这外面脆壳，杏仁的味道有点重。So for the ice cream, tonight we have the coconut ice cream, and then you have like the saffron ice cream, and then the smoked pear sorbet. Then coconut 6 ways, coconut tapioca flour, sliced coconut, French, sorbet, emulsion, and chips. You take a spoon, you got the bottom. 没想到继栗子汤后，这顿饭终于才又让我遇上了觉得配得上米其林称号的甜品。哇，它好清爽，层次好丰富，从口味到口感，然后它用的椰子也是品质特别好的椰子，好好吃这个。是不是？认定了。来吃它的冰淇淋吧。他们家的冰淇淋都算不上法式冰淇淋，也不像意式 gelato， 质地都偏沙偏水且偏稀，风味诠释也完全不在线。个人认为还不如我自己做的。他们家的冰淇淋都不像冰淇淋。大吃一口，好吃哎。
迪士尼。蛋奶味很重，米布丁，米香味好重，就米的质感还蛮清晰的。然后不过剩下的甜品拼盘，我竟然意外的觉得水准还是挺在线的，像那种燕麦面包布丁的感觉，肉桂味很重，巧克力味比较重，是吃到目前为止最甜的一款。这甜品居然一点都不甜哎！你爱吃的，圣野罗。然后因为我们在预约的时候写的是 anniversary， 所以还送了我一块小蛋糕。Crispy hazelnut crepe, lots of chicory cream.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甜品菜单上的第一个。还好没点这个炫技版费列罗。最后以伯爵茶甜品收尾。这顿饭虽然税和小费吃了将近800刀，算是吃的我心情五味杂陈。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吃这顿饭值不值？